1. 回家。下午4点，天突然变黑了，大雨马上就要来了。顾来刚下火车，他看了看天，飞快地向家走去，在大雨到来前进了家门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顾来站在门口，高兴地说：儿子啊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。我担心你没雨衣，想和你爸说，一起去火车站接你呢。夏叔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别担心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顾来笑了笑。听到说话的声音，顾万里也从房间里出来了。他拿着手机，好像刚打完电话。顾万里笑着说：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快进来，桌子上有好多水果，还有你最喜欢的西瓜。看到儿子回来，夏叔和顾万里特别高兴。他们住在一个小地方，这里的年轻人都喜欢去大城市工作，不喜欢住在小地方。他们的儿子顾来也是这样。他觉得大城市工作多，钱多，所以离开家去了上京市。现在顾来在上京市的一家汽车公司上班，1-2个月才会回老家一次。爸，你刚打完电话吗？顾来一边吃着半个西瓜，一边问道。对，你还记得你钟叔叔吗？他今天晚上要来我们家里做客。顾万里笑着说道。钟叔叔？是你那个老朋友吗？你们以前经常在一起打球的那个钟叔叔？顾来想了想，他觉得已经好久没见过这个钟叔叔了。对，就是他。顾万里点点头。上班的那些年，顾万里和老钟走得很近，他们是好朋友。最近几年，老钟经常离开家去旅游。他喜欢旅游，去了很多地方。虽然没见面，但是顾万里和老钟经常会打电话聊一聊天。今天老朋友要来家里做客，顾万里高兴极了。2. 老钟来做客。
老钟今天晚上要来做客，这让顾万里特别高兴。夏叔也高兴地说：老钟要来啊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多做点好吃的吧。儿子回来了，老朋友也来做客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想做什么菜？我来帮忙。顾来第一时间站了起来。夏叔笑了，顾万里也笑了。他们一起洗菜做饭，忙了起来。晚上7点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有人在敲门。老钟来了，一定是老钟来了。顾万里马上去开门，夏叔和顾来跟在后面。门被打开了，一个个子很高的人站在门口。他穿着黑色雨衣，雨衣上都是水。他高兴地笑着：老顾啊，是老钟，你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顾万里笑着说：对不起，来晚了，外面雨太大了。老钟说完，放下雨衣，走进了房间，说：好久不见啊，老顾。这时候，老钟看到了顾来和夏叔，笑着说：顾来，好久没见了，让钟叔叔看看你，都这么高了。夏叔，好久不见啊，你没有什么变化，还是和以前一样漂亮。夏叔有点不好意思，他说：老钟，真会说话，你也没有什么变化，还是和以前一样年轻。不不，我老了，老了。老钟说道。他们坐了下来，一边吃饭，一边聊天。顾万里和夏叔讲着最近老家发生的事，老钟讲着出去旅游时的事，顾来讲着上京市的事。他们笑着，聊着，喝着啤酒。3. 猴找。顾万里一家人高兴极了，他们和老钟一起吃饭、聊天、喝啤酒。老钟也很高兴，他讲着旅游时发生的有意思的事情。老钟，上次我们打电话聊天的时候，你说到了猴找，你记得吗？你可以多说说吗？我很想知道。顾万里问道。猴找？老钟突然看起来有点难过。猴找的事儿，我不想说。猴找？夏叔觉得有点奇怪。猴找是什么？顾来也问。老钟，你就跟我们说说吧，你看，我们都很想听。顾万里说。老钟看着他们，
想了很久，然后拿起酒，很快地喝了一杯后，说：“猴爪是我在旅游时得到的，我在路上认识的一个老人，他的车坏了，请我帮忙。我帮了他，他请我吃饭，我们聊了很久。离开的时候，他送给了我这个猴爪。”说完，他从他的包里拿出来一个盒子，这个盒子看起来很旧，上面还有一些奇怪的画。老钟打开盒子，里面放着一个猴爪。没错，那是猴子的爪子，一个黑黑的、干干的猴爪。好了，这就是猴爪的故事，说说你们的事情吧。老钟想把猴爪放回包里，好像很不想再说这个事情。我记得你说他能帮你完成心愿？顾万里小心地问道。上次，顾万里在电话里听到老钟这样说，他觉得是自己听错了。虽然觉得奇怪，但是他也没再问老钟。老钟总是知道一些特别的事，所以很多时候顾万里都觉得自己在听一个新故事。但是今天他看到了这个猴爪，这让他觉得有点不一样。老钟看了看顾万里，认真地回答道：“是的，他可以帮我完成3个心愿。”那他做到了吗？他也都已经做到了。听到老钟这样说，顾万里、顾来和夏叔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老钟笑了笑，说：“你们可能不相信我说的，没关系。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大，有意思的事情很多。你相信有外星人吗？我相信。你相信我们身边还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世界吗？我也相信。我相信的事情很多，因为我看到的、听说的、发现的事情有很多很多。所以，我喜欢出去旅游，我想看看不一样的世界。”说完这些，老钟喝了一大杯啤酒，他的脸红红的，眼睛亮亮的。4. 你想要猴爪？老钟说到了猴爪，喝了很多啤酒，他的脸红红的，眼睛亮亮的。说真的，顾万里也想跟老钟一样，可以去很多地方，可以讲出很多有意思的故事，可以让很多人喜欢他。这个猴爪真的可以帮人完成心愿吗？顾万里又小心地问道。老钟点点头说：“是的，
他可以，但是……老钟没有往下说，他的眼睛看向了远方，好像在想很久以前的事情。但是什么？顾万里很想知道后面的话，但是它不是一个好东西。我不应该一直拿着它。老钟看起来很难过，可能是想到了一些不高兴的事。你不要它了？顾万里问。如果你不要了，可以把它给我吗？不可以。老钟马上说。老顾，你听我的，不能要这个猴爪，它真的不是一个好东西。你是我的朋友，我不想你的身边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它能帮人完成心愿，这是好东西啊。老钟很认真地说道。老顾，你要知道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每个心愿都要用东西去换，这个东西可能会……老钟，你就把它给我吧，我不会用它，我就是看看。你见过那么多有意思的东西，我也想见识见识。老钟看着顾万里问道：你真的想要这个猴爪？顾万里点点头。老钟又问：你真的只是想见识见识，不会用这个猴爪？顾万里又点点头。老钟想了想，说：好吧，猴爪给你，但老顾，你真的要记得我的话。记得了，记得了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我不会用这个猴爪的。顾万里没有等老钟说完，拿过猴爪放回盒子里，然后拿起酒杯，高兴地说：来来来，我们喝酒，为了这个有意思的世界，干杯！为了我的好朋友老钟来我家做客，干杯！为了我的儿子顾来回家，干杯！为了更好的明天，干杯！1个小时后，老钟回家了。房间里只有顾万里、夏叔、顾来，还有那只猴爪。5. 第1个心愿。老钟已经回家了，他把猴爪给了顾万里。夏叔看着猴爪问：你们相信老钟说的那些话吗？顾来马上回答道：我不相信，钟叔叔一定是酒喝多了。猴爪能帮人完成3个心愿？这只是个故事吧？顾万里没有马上回答，虽然开始的时候他也觉得这只是个故事，但是老钟说话时是那么认真，他的脸，他的眼睛，他的身体
好像都在告诉顾万里，这是真的。顾万里小心地拿起猴爪，轻轻地把这东西放在了手上。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近地看他。爸，你不会真的相信钟叔叔的话吧？古来问道。如果是真的，你会让猴爪帮你完成什么心愿呢？没等顾万里回答，夏叔又问了下一个问题。顾万里想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会想要30万块钱吧。”顾万里刚说完，突然，砰的一声，房间的门开了，大风刮了进来。风刮到了顾万里的脸上，那风冷极了。这时候，顾万里觉得猴爪在他的手里动了一下。30万，是因为我们的房子吗？我记得我们还要还银行30万。不错，不错，这心愿好。夏叔笑道。但他看到顾万里的脸色很难看，有点担心地问：“老顾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”他动了，他刚才动了。顾万里害怕地大声说道：“什么动了？你是说猴爪动了？”夏叔看了看顾万里，又看了一眼他手上的猴爪，他也有点害怕了。爸妈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刚才是门开了，那么大的风刮进来，所以你才觉得猴爪动了。别害怕，别害怕。顾来一边说，一边把猴爪放回到盒子里。不，它真的动了，在我的手上。顾万里说道。好，爸，我们别想这些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晚听了太多故事，也喝了太多酒，我们早点休息吧。顾来笑着让爸妈回了房间。6. 一个梦。晚上，外面还在下雨，顾万里睡不着。他还在想今天的事情。真的是大风刮进来，所以我才觉得猴爪动了吗？不，它真的动了，就在我的手上。那它真的可以帮我完成心愿吗？如果是真的，我怎么只说了30万？我的天，我应该说300万，应该说3000万。这样我就可以做个有钱人了。我怎么只说了30万呢？太少了，真的太少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顾万里变得不太一样了。如果有电话打来，
他总是问夏叔是不是银行的电话。他还总是在每个房间里找一找，在他的包里看一看，希望那30万块钱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但是一天一天过去了，顾万里希望的事情没有发生。他想，我怎么会相信老钟说的故事呢？老钟那天喝了那么多酒，他说的故事一定不是真的。钱怎么会突然来呢？我的天，我真是想钱想疯了。顾万里笑了笑，不再去想猴爪的事情，也不再希望钱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了。又是一个雨天，晚上12点，顾万里想去喝水。他下了床，觉得脚下冷冷的。怎么回事？脚下有水？他站在了水里？雨太大，雨水进了房子吗？顾万里想打开灯看看，但是灯坏了，房间里很黑。慢慢的，顾万里觉得水到了他的小腿，水到了他的大腿，水到了他的嘴。咚咚咚，咚咚咚，有人在敲门。门被打开了，但是外面没有人，只有一个盒子在他家的门口。这个盒子看起来很旧，上面还有一些奇怪的话。顾万里打开盒子，里面放着一个猴爪。没错，那是猴子的爪子，一个黑黑的干干的猴爪。突然，顾万里听到一个声音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你会用什么东西来换呢？老钟，是你吗？老钟！顾万里大声地问道。这时，身后有个声音担心地问：老顾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又做梦了？他看向身后，是夏叔。顾万里这才发现，刚刚是梦。最近他总是做这个梦，一个让他害怕的梦。7. 长经理的到来。顾万里做了一个让他害怕的梦，然后就睡不着了。他打开了电视，电视上正在放着新闻。上京市成文路的一家大公司发生了爆炸，死了一个年轻人，还有20多人住进了医院。现在还不知道死的那个年轻人是谁，只知道他离爆炸的地方最近，一半身体被炸飞，脸也认不出来了。咚咚咚，咚咚咚，有人在敲门。顾万里看了看夏叔，夏叔也看了看顾万里。这么晚了，怎么会有人敲门呢？谁呀？顾万里问道。您好，
我叫常大洛，是上京市文兴汽车公司的经理。”外面的人回答道：“常大洛。”老两口好像听儿子顾来说过这个名字，他是顾来的经理。这么晚了，他来干什么呢？他是来找顾来的，但是顾来上个星期回公司了，没再回来过啊。顾万里觉得有些奇怪，但还是打开了门。常经理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拿着一个黑色的包，站在门口。“您好，您好，常经理，请进，请进。”顾万里让常经理进来。“您好，常经理，喝点热茶吧。”夏叔一边说，一边去拿杯子。这是老两口第一次见到儿子的经理，他们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。常经理笑了一下，但是很快他就不再看老两口的眼睛了。“常经理，您是来找顾来的吗？”顾万里开口问道。“不，我是来找你们的。”常经理的声音很小，他好像也有些不知道应该怎么说。“是不是顾来做错了什么事情？”“常经理，顾来是个好孩子，他……”夏叔担心地说道。“不，顾来他很好，他工作很认真，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他。”常经理马上说道。老两口觉得更奇怪了，那为什么常经理要从上京来找他们，还是在这么晚的时候呢？他们看着常经理的脸，他的脸色特别难看。顾万里突然想到了电视上的新闻，心里开始担心了起来。30万。顾万里和夏叔觉得很奇怪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常经理要从上京来找他们，还是在这么晚的时候。常经理的脸色特别难看。顾万里想到了电视上的新闻，新闻上说，上京市成文路的一家公司发生了爆炸，死了1个人，还有20多人住进了医院。顾万里记得顾来的公司就是在成文路，那个公司不会是文兴汽车公司吧？顾万里的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他担心极了。他看常经理一直不说话，就小心地问道：“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顾来他还好吗？”常经理的眼睛有点红，他小声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顾来在工作的时候，公司发生了爆炸。”“什么？顾来呢？
他怎么样？他还好吗？他现在在医院吗？夏叔非常着急，他问了好几个问题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今天晚上公司发生了爆炸，顾来他死了。常经理站了起来，一直在跟老两口说着对不起。死了？他们的儿子顾来死了？顾万里和夏叔一下子坐在了地上，他们听不见常经理接下来的话了，他们只看到常经理的嘴在动，一直在动。常经理一脸难过，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放在了桌子上，然后嘴里还在说着什么。对不起，顾来30万。顾万里好像听到了这样几个字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顾万里眼睛直直地看着常经理问道。顾来的事情，我们真的对不起。我们知道您很难过，我们也一样难过。这是公司给你们的钱，在这张银行卡里面有30万。常经理又说了一次。啊！夏叔难过地叫了出来。顾来现在在哪里？我要去看他。常经理难过地说，他在医院，但是因为爆炸，顾来的半个身体。对不起，你们不要去医院看了，我担心你们老两口。顾万里和夏叔不知道常经理什么时候离开的，他们还是坐在地上，直直地看着前方，不想说一句话。外面的雨还在下着，这雨越下越大，越下越大。9. 变化。顾万里和夏叔的儿子死了。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老两口的变化都很大。顾万里一下子老了很多，他变得不爱说话，也不爱笑了。夏叔也变了，但是跟顾万里不一样，他的话越来越多。有时候说着说着，突然就哭了，哭着哭着，他又突然笑了。每次夏叔这样的时候，顾万里都把自己的手放在夏叔的手上，让他安静下来。一天晚上，顾万里和夏叔都没有睡着，房间里安静极了，安静到能听到钟表的声音。突然，夏叔听到了歌声，那歌声很近很近，好像在叫他过去。夏叔坐了起来，问：老顾，
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什么？顾万里又听了一下，房间里很安静。你听，有人在唱歌。夏叔认真地说。唱歌？谁在唱歌？顾万里有点害怕。是儿子，是儿子的声音。我知道这个歌，这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的歌。儿子回来了，一定是儿子回来了。夏叔下了床，跑进了顾来的房间。顾万里跟着夏叔也来到了顾来的房间。房间空空的，顾万里的心也空空的。老顾，你看到了吗？夏叔又问道。看到什么？顾万里更害怕了。你看，门外有人，好像是儿子。夏叔笑着说道。顾万里的心跳得特别快，他看向门外，外面黑黑的，他什么都没看到。一定是儿子，我要看儿子，我要天天都看到儿子。我们去上京买个大房子吧，和儿子住在一起。对，买大房子，我们有钱，公司给了我们30万块钱，那张银行卡呢？夏叔一边说一边找，突然他不说话了，他直直地看着顾万里，问道：“30万？等等，我想要30万块。那是你对侯爪说过的话，对吗？”10，第2个心愿。顾万里的第1个心愿是要30万块钱，侯爪做到了。侯爪完成了顾万里的心愿。夏叔好像想到了什么，他突然大笑起来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我怎么没有早点想到？夏叔的笑声很奇怪，听着让人害怕。你要做什么？顾万里问道。我要让侯爪完成第2个心愿，我要让儿子回来。夏叔的笑声更大了。我们能这样做吗？为什么不能？你的第1个心愿，侯爪已经做到了，不是吗？看，这是银行卡，这张银行卡里有30万。这30万是用儿子换来的。如果我们现在让儿子回来，又要用什么去换呢？你想一想，你不害怕吗？顾万里的声音越来越大。害怕？我为什么要害怕？如果能让儿子回来，我用什么去换都可以。我们有侯爪，我们还可以有第3个心愿。发生什么事情，他都可以帮我们，对不对？夏叔的声音也更大了。顾万里没有说话。
真的可以这样做吗？他不知道。顾万里，你不爱你的儿子吗？顾万里，你不想儿子吗？你不想再看看我们的孩子吗？顾万里，因为你要这30万，所以我们的儿子死了。这是你的错，这都是你的错。夏叔说的每一句话都让顾万里的心很疼很疼。顾万里的眼睛红了，他想了很久，最后打开了那个旧盒子，从里面拿出了那个黑黑的干干的猴爪。猴爪好像在看着他，等着他说出第2个心愿。猴爪好像在笑他，笑他只能找自己帮忙。顾万里把猴爪轻轻地放在手上，开口说出了第2个心愿：请让我们的孩子回来吧。顾万里又觉得猴爪在他手上动了一下，然后砰的一声，灯坏了，家里变得黑黑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11，儿子，是你吗？顾万里说了第2个心愿后，家里的灯坏了，家里变得黑黑的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安静，特别特别安静，安静到可以听到钟表的声音。顾万里和夏叔坐在房间里等了很久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很晚了，睡吧，顾万里说。夏叔又等了一会儿，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他难过的来到顾万里身边，就在这时候，他又听到了歌声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世上只有妈妈好。顾万里坐了起来，这次他也听到了歌声。这歌是顾来小时候最喜欢的歌，每次他睡不着的时候，夏叔都会给他唱这2句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世上只有妈妈好。再听听，这个声音好像在哭，声音不大，但是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近了。夏叔高兴地问：儿子，是你吗？顾来，是你回来了吗？顾万里也问道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世上只有妈妈好。这歌声一会儿在门口，一会儿在房子的上面，一会儿又在房子外面。突然，砰的一下，有什么东西撞在了门上，这一下也撞在了老两口的心上。顾万里有些害怕。接下来，
又变安静了。1分钟，2分钟，砰！那东西又撞在了门上。砰！砰！这是敲门的声音吗？但听起来不是用手在敲门，好像是什么东西在一下一下的撞门。是儿子，是儿子，是我们的儿子回来了。夏叔着急地向门口走去。你要干什么？顾万里害怕地问道。你没听见吗？我们的儿子在敲门，我要去给我们的儿子开门。那真的是儿子吗？你没听到歌声吗？那是我们儿子的歌声，你不记得了吗？那是我们的儿子，我要去开门。夏叔着急地向门口走去，但是房间里太黑了，他什么都看不见。他的腿踢在了椅子上，砰砰砰！这东西撞门的声音越来越大，他好像很着急，想要马上进来。12，第3个心愿。砰砰砰！撞门的声音越来越大。是顾来，一定是顾来。刚才夏叔的腿踢在了椅子上，现在很疼，他疼得站不起来了，坐在地上叫着：老顾，快来帮忙开门。但是顾万里这时正在着急地找着猴爪，他没有高兴，只有害怕。门外真的是他们的儿子吗？顾万里想起新闻里说的，一半身体被炸飞，脸也认不出来了。也想起长经里说的，你们不要去医院看了，我担心你们老两口。如果外面真的是儿子，那他会变成什么样？顾万里害怕极了，那歌声让他害怕，那撞门声让他害怕，他的心跳得很快，好像下1分钟就要从嘴里跳出来了。他一心想找到猴爪，他觉得只有猴爪能帮他。砰砰砰！门马上就要被撞开了，夏叔也站了起来，马上到门口了。他的一只手离门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了。3、2、1。就在门快要被打开的时候，顾万里找到了猴爪。他再一次把猴爪放在自己的手上，着急地对他说出了第3个心愿，也是最后一个心愿。突然，敲门声没有了。顾万里听到了门被打开的声音，大风刮了进来，然后他听到了啊的一声，那是夏叔难过的叫声和哭声。顾万里坐在地上，觉得累极了。过了很久，他慢慢地站了起来，走到门口，来到夏叔的身边。他看向门外，
路上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外面下起了雨，那雨下进了顾万里的心里。他想哭，他难过极了。顾万里想起了自己经常做的那个梦，也是在这样一个晚上，灯坏了，房间里黑黑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顾万里站在地上，脚下冷冷的，他的脚下有水，水到了他的小腿，水到了他的大腿，水到了他的嘴。外面有人在敲门，门被打开了，但是外面没有人，只有一个盒子在他家的门口。这个盒子看起来很旧，上面画了一些奇怪的画。顾万里打开盒子，里面放着一个猴爪，一个黑黑的干干的猴爪。顾万里也想起了那句话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你会用什么东西来换呢？